大家好，最近华为 Mate 60系列的发布啊，让很多人都很开心啊，整个网络我感觉都疯了。但是华为手机呢，它有个问题啊，因为鸿蒙系统的缘故呢，它无缘谷歌的套件接美史。实际上呢，谷歌的接美史一系列的 APP 都非常的好用，比如 Chromi、谷歌翻译、谷歌地球、Gmail 等。前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整个互联网，终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完美的安装了 GMS， 这个完美呢是指最新的鸿蒙 4.0 以及鸿蒙 3.0 的设备呢都可以，而且没有这个未认证的弹窗。我找遍了全网的教程，发现他们的教程呢都不完美，主要是在鸿蒙 4.0 下来，它那个版本不能更新，然后用几天呢就不能用了，因为那个谷歌的后台它会自动更新。最后我加上了自己的摸手呢，我现在用了1周，感觉是很完美了。现在演示一下吧。这个是华为的平板，MatePad Pro。那个这个呢是鸿蒙 3.0 的设备，对吧？好，打开谷歌 Play 的应用商店。我刚才已经打开了。好，刷新一下它显示有2个更新。好，返回去，对吧？是完整可以的。然后我这边我看一下更新，查看详情。那我就更新一下这个 Lotion， 对吧？它进度在走了，然后正在安装就完了。然后这个是华为的 P50 Pro， 关于手机，可以看到我这个是鸿蒙 4.0 的版本，对吧？鸿蒙 4.0。那这里的话，谷歌 Play 上链也是完全正常。然后我这边的软件都已经跟到了最新了，对吧？刚才这个更新也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其他谷歌的应用，比如说 Chrome， 它也是完全把那个账号都完全同步的。比如说这个谷歌的应用，对吧？也是完全同步的。看到这里，有华为手机又想安装 GMS 的小伙伴，不管你是鸿蒙3还是鸿蒙4，还不赶紧把赞点上。我等一下要讲的 GMS 的安装教程，可能是全网唯一完美的教程，不弹窗，一直可用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先说一下那个前提条件，第一个是要能访问谷歌.com，你要能访问这个谷歌.com。第二个呢是你系统里面呢要取消这个应用商开。那么在这个应用和服务里面，这里有一个应用分身，我这边是后来打开的。那如果你已经有的话，要给它关掉。第二个呢是要把隐私里面把这个隐私空间给关闭掉，好吧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要在这里把它删掉，好吧？那你要做好备份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呢是要打开开发者的模式，开发者的模式呢是在这里。然后关于手机，然后鸿蒙那个 OS 的版本呢，这里猛击7下，我这边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就不需要了。第四个呢是要进入这个开发者的模式，就在系统和更新里面，然后在这个开发人员选项，里面，然后要把这个 USB 调试以及那个仅充电模式下允许 ADB 调试打开就可以了。现在正式安装开始。第一步，我们要将安装文件整个目录呢复制到华为的设备上，用 USB 来连接手机和电脑应该是最快的方式。所有的安装文件我都会放到云盘，然后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。在电脑端打开手机的存储空间的根目录，然后将安装文件完整的复制到手机存储空间的根目录。然后呢，在电脑上呢，将这个华为.zip 给它解压，这个目录呢，也单独的复制到
手机上的根目录我已经有了。这样呢，我们第一步就完成了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就是要将我们的系统时间设为2019年的12月份。那么点设置，然后系统更新时间和日期，把这个自动设置给它关闭，然后日期给它调到2019年的12月。第三步就是进入系统，然后设置，然后系统更新，然后这个叫做备份已恢复，然后再选择这个从内部存储恢复，那点击这个备份文件进行恢复就可以了。那么后面会提示有密码，那么按这个提示的密码就行了。那恢复完了之后呢，会多了这么一个应用，叫做谷歌的服务助手。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谷歌服务助手呢，然后进行存储的权限，然后给它激活就可以了。那么最后出现这个，然后向谷歌设备提交注册，这是第4步。然后第5步呢，就是把我们的系统时间呢再设置为自动，就恢复。然后第6步呢，就是要打开我们的文件内部存储，然后还是这个鸿蒙4 install GMS， 然后就安装第一个文件叫做 microg.apg， 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我就不重复做了。那么安装完了之后呢，它里面你点击里面那个 account， 点击里面 account 呢，然后再去添加你的谷歌的账号然后有几个你就添加几个，可以重复添加可以添加很多个，像我这里是添加了2个。安装完了之后，然后就要依次安装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安装到第6个 APK。第6个 APK 全部安装完了之后呢，就要把第0个叫做 microg 这个 APK 呢给它卸载掉。卸载掉完了之后呢，再安装第7号，就是这个谷歌 Play 服务。安装完了之后，那么这个是第15步。第16步呢，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已经安装好的那个谷歌 Play 服务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应该就会有一个什么未认证的弹窗，你不用管它。然后呢，如果它不行的话，你就多刷几遍。刷完了之后，那么就第18步，我们要关闭这个网络，把自己的 WiFi 或者说是移动网络，或者是开飞行模式，把它关掉。关掉之后呢，然后依次呢要将这个在那个应用管理里面，然后应用管理，然后显示系统设置，然后 GOO 输3个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识别服务框架，然后先点强行停止，然后再点存储、清除数据、删除数据。然后在谷歌 Play 服务也是强行停止，然后存储里面也是清空数据、管理空间，然后清除所有数据。然后再来就是 Play 商店，然后强行停止，然后再点存储，然后清空缓存，然后再删除数据。这是第18步。好，第19步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把网络打开，然后再进那个谷歌 Play 商店，应该可以正常的显示。如果报错呢，就多刷新几次。第20步呢，就是如果是鸿蒙4.0的设备呢，就要单独做这一步。那么鸿蒙3.0的设备呢是不需要的。那首先呢是要将线跟电脑和那个手机连上。连上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提示是这个 USB 调试，好吧 ？USB 调试，USB 调试呢，然后呢，就是在电脑上呢，我们打开 ABD 这个文件夹，然后双击 ABD 点 BAT 就行了。那出现这个提示，就表示运行成功。
那我们要在手机上呢也检查一下设置，比如说应用和服务、应用管理、显示系统程序，然后输入 GOO。这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谷歌服务框架已停用，说明这个呢就是执行完成了。那这个第20步呢就完成了。那这个再说一下，是鸿蒙 4.0 才需要，3.0是不需要做的。好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第21步，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 New 这个文件夹然后依次安装这个1、2、3、4，实际上是将我们整个的谷歌 GMS 和服务呢，全部是给它做一遍升级。升级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刷新这个谷歌，应该这个头像也正常了，好吧？然后谷歌各种服务应该是都正常了。到这里，我们华为手机鸿蒙3、鸿蒙4系统安装 GMS 服务就大功告成了，完美应用无弹窗。理论上最新的 Mate 60系列也是可以用的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留言评论，因为每个人使用手机的环境不一样，遇到的问题呢可能也是千奇百怪的，我尽可能回复吧。如果多有几个赞和粉丝关注，我就有持续更新视频的动力，谢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